今天是法国的星期天，早晨不到8点钟，起这么早去参加什么活动呢？其实今天会在巴黎举办一个老爷车游行，这个游行已经是第15届了，然后今天会有700辆老爷车组成车队穿过巴黎，然后他们计划是早晨的8点钟开始，车队会陆续的出发。好的，我们一会儿去看一下吧。好了，我们已经快到地方了，我已经远远的看到了好多人，还有好多老爷车。看来他们还没有全部出发。我们来找个地方停个车。我们刚刚把车停了一下，然后下来先带大家看一下，这车实在是太多了。不过他们还没有出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才，好像已经有些车已经开始出发了。大家可以看到，这真的是密密麻麻，全都是老爷车，感觉像是回到了上个时代。喜欢老爷车的朋友们，如果来参加这个活动，应该会非常的开心吧。好像之前不久，英国刚刚又举办了最新一届的伍德老爷车展。然后今天的这个活动其实是可以买票的。然后买什么票呢？就是它有老爷车的那种巴士，然后你可以买巴士票，跟随车队，进行游行。但是我当时知道这个活动的时候已经有点晚了，巴士嘛位子是有限的，大家也知道，而且也没有那么多巴士，所以就没有买到票。然后剩下的你还可以买，就是坐这些老爷车的乘客，一张票差不多是45欧，或者你还可以坐，我现在还没有看到，今天应该还有那个拖拉机，你也可以坐在拖拉机上。然后最后你还可以好像是骑那种老爷自行车吧，从那里远处大家可以看到有些人停在那边的一些老爷自行车，也可以骑自行车跟随车队。我在想，骑自行车这哪跟得上啊？然后最后你还可以就是坐这些摩托车，这些老爷摩托车，然后坐在他们的后座，跟随车队。不过很可惜，因为知道这个活动的时候已经有点晚了，所以也没有来得及买票。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好多人都在准备出发了，也分不清哪些是乘客，哪些是车主。所以我今天就计划骑摩托车，然后跟随车队吧。大家可以看到，这密密麻麻的停车场里面全都是各种各样的不同年代的老爷车。说实话，这些老爷车我也都叫不上名字，我就带大家简单的转一下吧。曾经的名爵，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现在名爵也来到了欧洲，然后法国人也挺喜欢那个名爵的。这是法国很有名的雪铁龙2CV。这样的菲亚特好可爱，这是以前的菲亚特500，感觉很像
很像那个憨豆先生的那辆奥斯坦mini。哇塞，老的阿勒定呢。好，这车还是卖的。哇，这个估计是2战之前的车了。看看红色的老爷车。哦，这是当年的雪铁龙的货运车。现在最近这辆车也被重新重置了。刚刚跟大家说的拖拉机，原来乘客就是坐在这个斗子里，挺有意思的。各种各样子的拖拉机。然后后面出来一辆最新的2008，感觉好违和呀。讲的老爷巴士，后面还站了一个海军。这巴士说实话还挺多的，这估计是巴黎公交车的公司然后保留下来的。真羡慕，明年考虑搞一张票，然后来感受一下老爷巴士。这是雷诺很有名的4L， 也就是4升。然后这个车现在在法国保有量还是很大的，因为在法国每年都会举办一场比赛，是前往达喀尔的一场拉力赛，然后用的车全是这个雷诺的4L。然后那个比赛的名字叫做4L Trophy， 然后一般都是拥有这样的车的人，然后会把车子进行非常轻微的改装，然后就去达喀尔参加定向越野赛。这里发现一辆科尔维特的魔鬼鱼，这种造型。真的，现在的汽车业哪能看到这样子夸张的造型？哇，这小车正好能塞下2个人。老款的甲壳虫，当时的国民神车啊。这个是老的布加迪的赛车吧。听这个排气管的声音，可能再过几年，大家都听不到这些排气管的声音了。这个是不是回到未来的电影里面的车子呀？现在大家看到这些老爷车都在排队准备穿越巴黎了，不过停车场里好像还停了不少，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才出发。现在这个停车场的尽头，老爷车已经渐渐的都走了。那边停了一辆野马，这是爆缸了吗？估计是中冷器过热了。啊，冷却液漏了。这辆车就很可惜了，估计今年就跑不了了，水箱爆了。
不过这里面还是真的是那个时代的车，也能看得出来，真的是很精致啊。老款的凯迪拉克把自己的引擎盖打开了，来看看老式车的引擎都是啥样的呀？哇，这个大灯藏在这个格栅后面。我的印象里，这种车一般都是在一些恐怖电影里面会出现。漆黑的夜晚，远处一盏大灯。好的，我们也考虑去骑上车，然后跟着他们在路上拍一下。现在到了巴黎的协和广场，刚刚尝试着跟着他们的老爷车，穿越巴黎，但是好像每辆老爷车走的路线都不太一样，而且他们开的都比较慢，所以实在是跟不上。所以就觉得先来这儿看一看吧，因为这儿是他们的必经之地。然后计划着一会儿去他们的终点莫洞森林旁边的一个天文台前面的广场，然后来看一看他们最后到达时候的样子。现在这儿协和广场这儿已经来了一些老爷车。前面远处停了一辆 DS 的老款车，这个据说是雪铁龙 DS 第一次把可变液压悬挂应用在汽车上。这个车也是在很多法国电影啊、各种电影里面出现。这辆老爷车的水箱也炸了。说实话，这个年代的老爷车还能在路上开，已经很不容易了。
元老爷车里面是没有转速表，也没有时速表的。好了，我决定先回趟家，然后大约下午的时候再带大家到他们集合的终点看一下。那就先这样子吧。